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好时宜居 All About the Ones。这是温刀两黑矮不哈，我是王太。大家已经看到了，我前面摆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南瓜，黄澄澄的，每年秋天大概都得吃至少一次这样子的南瓜。今天刚好去了墨西哥超市，看它切了1/4、1/3这样卖，它的英文名字吸引了我。叫做 Casella Squash，翻成中文大概就是叫做长崎蛋糕的南瓜。后来我查一查，还真没有这样南瓜，倒是有一点像波多黎各南瓜，可是一个很大，它的样子有一点像栗子南瓜或是日本南瓜。那我猜想它的口感应该是很绵密，所以我就买了。2磅大约是99分钱，换算成台币大约1斤是20块钱台币。我们来看一看我怎么用这个南瓜来做面包。准备4到5颗蒜头，1小颗洋葱，5颗丁香，1颗八角。把南瓜籽取出来，南瓜籽必须清理过，而且一定要等干燥了以后才能烘烤。通常我不会把中间的囊清理得很干净。把新香料放进来，这个大南瓜大约2500克，用烤盘纸和锡箔纸包起来，用华氏410度、摄氏210度烘烤80分钟。时间到了以后，别急着打开锡箔纸，以免被蒸汽烫伤。把新香料拿出来，大蒜和洋葱不用在这个面包里，我会拿来做汤或蘸酱。八角和丁香可以丢掉了，筷子像这样很容易穿进去，就表示都熟了。把南瓜肉挖出来，这个品种的南瓜水分比栗子南瓜多，甜度不高，果肉比较松散。一共取出1500克的南瓜，分成3份，1份做面包，另外2份可以做南瓜汤或南瓜派。现在开始做面包吧。500克高筋面粉，25克黑糖，避免有些粗颗粒较难溶解，所以过筛一下。5克速发酵母粉，一点点肉桂粉，大约1/8小匙，不加也没关系。4克盐，把放凉的南瓜泥倒进来，所有的材料搅拌成团。等到盆底没有水分或干粉的时候，戴上帽子，让面团休息40分钟。40分钟以后，用手把面团的边往中间折叠，因为面团经过休息，非常容易整成一个圆。其实这个面团看起来含水量很高，可是不粘手。在手上的大多是南瓜泥。把面团戴上帽子，让面团休息长大到1.5倍。在工作台上撒一点面粉，把长大的面团倒出来，用刮板帮助整面，把面往中间折叠，翻过来，把面往下收，收口往下，就成了一个表面光滑的圆面团了。把面团等分成9份，再把每一份面团整圆，把面团的边往中间折叠，收口，转过来放在掌心揉圆。再做一个，
取一份面团压扁，用擀面棍擀开成10公分乘15公分的面片。由上往下，一边卷一边压，把面卷起来，最后的面压薄，方便收口。把接缝处捏紧，把右边的开口打开，再把左边的面塞进去，接缝处捏紧。请大家再看一次。把整好的面团放在铺了防粘纸的烤盘上，盖上保鲜膜或另一个烤盘，让面团休息30分钟，不需要长大到1.5倍。30分钟以后，面筋松弛了一些，很可爱的面团吧。烧开一锅水，加进25克黑糖，搅拌一下，让黑糖融化。然后把面团放进锅里，我的锅子一次放3个，每一面在热水里30到40秒，再捞出来。准备35克南瓜子，直接把刚刚烫过的面团拿起来，沾一点南瓜子做装饰。然后送进已经预热好的烤箱，用华氏410度、摄氏210度烘烤15到18分钟。又香又漂亮的bagel出炉。现在贝果凉了，做一个三明治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涂一点果仁酱，铺上草莓和葡萄。非常清爽的吃法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很喜欢？